当下的中国年轻人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却惊心动魄的革命。热血火了，躺平学成了生存指南，但最致命的不是逃离，不是躺平，而是另一种选择：彻底断绝血脉，拒绝繁衍。曾经那句断子绝孙是祖辈最狠的咒骂，是让人痛心到骨子里的羞辱。可在2025年的今天，越来越多的95后、00后淡淡一笑，那又怎样？不生就是最好的解脱。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对现实的冷酷回应。如果你去翻微博热榜，会看到丁克不婚不育已经被讨论了上一次。在小红书，关于不想生孩子的话题浏览量超过12亿。在 B 站，绝育手术断绝传宗接代的视频下，弹幕甚至充满了调侃，不给国家培养新韭菜。这是一个时代的黑色讽刺。在父辈的观念里，生育是家族的延续，是孝顺的证明，是责任的承担。可对年轻人来说，生育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负债、内卷、牺牲，以及永远看不到希望的未来。他们选择的不是延续，而是彻底终结。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已经把真相摆在了所有人面前。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只有902万，比2016年的1786万直接腰斩。生育率跌到 1.09， 不仅远低于国际更替水平，还低于日本、韩国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连续2年为负，中国正在以每年一个中等城市消失的速度缩小。更可怕的是，年轻人对婚育的兴趣在持续塌陷。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 52% 的年轻人表示不确定是否要孩子或明确拒绝要孩子。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社会几十年来苦心经营的人口红利正在被年轻人亲手掐断。而原因并不复杂。如果你认真算一笔账，就会明白为什么生育成了灾难。教育成本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在1线城市培养一个孩子的花费早已超过200万，哪怕在2线城市也要100万。教育部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的 23.6%， 远超 OECD 国家平均的 13%。住房成本，北京的房价收入比高达26倍，上海25倍，深圳24倍。换句话说，一个普通年轻人，即使把全部工资都拿来买房，也要工作20年以上才能供得起一个鸽子笼。医疗与养老，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比任何国家都快。到2025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突破 2.8 亿。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根据社科院预测，2035年前后，全国养老金结余将耗尽。那时，孩子能否养儿防老，根本没保障。在这样的现实里，生孩子不是传宗接代，而是把自己推向深渊。难怪年轻人冷笑：“你让我生，生出来就是债务的继承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香火不断是最牢固的信仰。哪怕在计划生育时期，人们仍然偷偷生2胎、3胎。可短短几十年，传统彻底崩塌了。为什么？因为整个社会结构变了，城市化率超过 65%， 宗族体系彻底瓦解。年轻人漂泊在陌生城市，亲戚变成陌生人，家族观念被个人生存取代。计划生育打碎了大家庭，让中国社会沦为小家庭拼凑的散沙。独生子女一代成长起来，亲身体验了孤立与无助，于是他们学会了自保，也拒绝继续承担。市场化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扩张，让年轻人看清了现实，所谓国如父，党如母，不过是口号。实际情况是，只要你能吃苦，就有吃不完的苦。当集体的幻象破灭，年轻人只剩下一个选择：活成独立的个体，哪怕与传统决裂。最激烈的反抗往往来自女性。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达到 59.3%， 比男性更高。职场中，女性占据超过 43% 的管理岗位，这意味着女性不再依赖婚姻，不再依赖男人，她们有能力养活自己，有能力选择不做母亲。在小红书、抖音，无数年轻女性分享不婚不育的理由：自由、职业、环境、成本、对未来的恐惧。有人写道：如果连自己都顾不好，凭什么还要生一个孩子，让他来承受痛苦？这条评论点赞超过10万。这不是冷酷，而是绝望下的清醒。最能刺痛传统家庭的是，年轻人正在用行动替代血缘。宠物经济爆炸式增长。2023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已经达到4930亿元，10年翻了5倍。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宠物才是孩子，而孩子是最沉重的负担。兴趣社群崛起，健身团、露营队、桌游圈，陌生人之间组成新的家庭。在这里，他们找到支持与归属，不需要血缘，不需要婚姻。一句话，中国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把几千年的社会结构彻底推翻。很多人以为不婚不育只是年轻人一时的情绪，可真正恐怖的是，中国正在遭遇历史级的人口断崖。联合国在2024年的预测中写得明明白白，到2100年，中国人口可能锐减至 7.7 亿，几乎减掉一半。而根据国内学者易富贤的研究，更极端的情况是，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可能只有4亿，甚至比明代还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身边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楼宇都会在几十年后变成空城。更直接的冲击已经发生。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预计只有850万，比死亡人口少500万以上。未来10年，中国每年减少一个天津市的人口规模。学校关停潮已经到来。教育部数据显示，2012至2021年，全国小学数量减少了 4.8 万所。到了2025年，很多县城的小学正在合并、撤销。这不是未来，而是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人哪怕想生，也发现根本没法生。失业率高企，住房买不起，教育费用吓死人，养老金看不到希望。于是，不婚不育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文明基础，正被一代年轻人的冷漠击碎。在过去，家族、宗族、国家是紧紧相连的。个体的生命不是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祖先，属于后代，属于国家。哪怕在最苦的年代，人们也会生养子女，因为那是生命的意义。但现在，这一切都坍塌了。宗族瓦解，年轻人远离家乡，在陌生的城市打拼，老家的祠堂空空荡荡。清明节不再是祭祖的仪式，而只是朋友圈里的假期打卡。家族崩溃，独生子女一代面对的是4个老人加2个孩子的8:2结构。养老和育儿的双重压力，直接压垮了他们的选择。国家幻灭，从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到养老金缺口，医疗挤兑，教育贵到离谱。年轻人发现所谓的承诺不过是空头支票。在这种幻灭之下，年轻人开始发出最冷的反问：既然国家不养我，为何要我生？既然未来如此绝望，为何还要延续？这不是个人的小小任性，而是价值观的断层。别以为不婚不育只是道德问题，它会直接摧毁中国的经济根基。劳动力塌陷。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见顶后，已经连续12年下降，到2025年减少了超过7000万。这意味着工厂招不到人，养老院缺护理员，连外卖小哥都在减少。消费萎缩，人口减少，结婚率下降，
直接打击房地产、家电、汽车等消费大头。结婚率从2013年的9.9千分号跌到2023年的4.8千分号，创下历史新低。没有婚姻就没有买房、装修、买车的动力。债务雪崩，中国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例已经超过 90%， 地方债逼近40万亿。在年轻人选择断子绝孙的情况下，未来没有足够纳税人来填窟窿，债务危机只会更加残酷。一句话，中国的经济机器正在失去燃料。从人口红利到人口陷阱，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靠的是什么？靠的是9亿劳动力、几亿廉价农民工，这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可现在，这个红利彻底变成了人口陷阱。老龄化速度全球第一。联合国数据显示，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突破3亿，占总人口的20%以上。少子化速度同样全球第一。从2016到2023年，短短7年，出生人口减少近一半。这就是双崩塌，老人越来越多，孩子越来越少。当社会变成老人国，医疗、养老、社保的支出会像黑洞一样吞噬一切资源。年轻人背不动，政府兜不住，最后只能任由系统崩盘。你以为这是危言耸听吗？不是。历史上不止一个文明死于人口断崖。古代玛雅文明、罗马帝国都曾因为人口锐减而失去竞争力，最终被更年轻、更有活力的文明吞噬。中国会不会重蹈覆辙？答案令人窒息。易富贤在中国人口大逆转中写过一句话：人口消亡意味着国家消亡，文明消亡。今天这句话正在变成现实。当90后、00后用不婚不育宣告与传统的彻底决裂，中国几千年延续的生生不息第一次被戛然而止。这不是笑话，而是历史。当长辈还在用断子绝孙来威胁年轻人时，年轻人已经把它变成了自嘲。断子绝孙，谢谢，我乐意。生孩子不如养猫，延续香火。对不起，我连房贷都还不起。这一代年轻人用最冷酷的方式把一个文明推向了终点。不是外敌入侵，不是战争摧毁，而是年轻人主动选择了不再延续。或许这才是中国最可怕的悲剧。